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IK Bowl Life。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如何去挑选一张 Old Mountain Freeride 版的，然后顺便介绍我最后挑选的这张 Yes Pick Your Line DCP on Ink。那首先呢，我自己对于 Old Mountain Freeride Bowl 的定义就是一张能够高速滑行、对付不同地形，并且能够在压雪道外轻松对付乱雪的一张雪板。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滑到压雪道？为什么会想要滑到 Groomer 湾呢？肯定就是为了 powder 跟松雪嘛。所以一张 Old Mountain Freeride Board 一定也要能够应付一定程度的 powder 跟松雪，能够在 powder 里面轻松的浮起来。那毕竟这是一张 Freeride Board， 所以我们不会要求它一定要能够在 butter 或者是 ground 去做的特别的好。但如果它在 freestyle 的部分能够有一些表现，也是一个加分的部分。那这张 Pick Your Line on Ink DCP 呢是2023年的版本，然后我这张选的是159公分。这个其实是 Yes Founder DCP 它所design 的一张板子，它融合了 Yes 旗下两张板子，一张是 Yes Pick Your Line， 另外一张是 Yes Hybrid。那 Yes Pick Your Line 呢，其实就是比较偏向是 traditional 的 Old Mountain Freeride 板。那通常你可能会买比较长的板子，例如说我平常是滑157公分，如果我要滑 Pick Your Line 的话，可能会买到159公分左右。那今天如果是滑另外一张板子 Yes Hybrid 的话，它是比较偏向是 Fallen Shifted 的 design， 也就是说它的板宽比较宽，然后板长会比较短一点，它会建议你滑的比较短一点。那但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板宽，提供你一样的面积，让你在松雪的表现还是一样的好。那如果像我个人滑这种 Fallen Shifted board 的话，可能会选择滑到153到155公分左右。那 DCP 呢，它融合这两张板子，创造了这张 DCP Yes Pick Your Line DCP on Ink， 让它从 Pick Your Line 之间变得稍微宽一点点。那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特别的宽，这张板子大概就比平常的板子可能宽 0.5 到 0.6公分左右，所以这张板子的板宽大概是26.2公分，所以其实不是特别的宽，因为很多 Fallen Shifted 的板子有时候都会接近27公分，甚至超过27公分，所以这张板子并不算是特别的宽。但它还是得到了 Fallen Shifted 板子的特性，就是增加更多的浮力，并且让你在 carving 的时候比较不容易 boot out， 比较不会有toe drag 或者是 heel drag。那这张板子呢，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direction 的板子，它的板头跟板尾明显板头比较大，大概长了10公分左右，然后它的板头的宽度呢，也比板尾的宽度大概宽了1.4公分。那它很巧妙的把这个所谓的 taper 就是说板头比板宽还要宽，然后让你的板尾下沉的能力更好。那它很巧妙的运用了这个所谓的 taper underbite， 是 Yes 他们的当家科技，就是他们的钢边的科技。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塞卡的地方，钢边在 front binding 的部分往下凹了一点，然后一直延伸到后面的这个 binding， 然后又往下凹了一部分，然后再到最后面这个 contact point 的部分。那它这个设计呢，巧妙的融合了它的 taper， 也就是说，它这个 step down 2次，让它的板头跟板尾产生了1.4公分左右的 taper， 但同时呢，它又增加了2个 contact point， 让你在on edge 的时候，它在冰面上或者在比较硬的雪上有更好的抓地力。那它这个巧妙就是联合这个 taper， 让它板尾下沉的比较快，然后板头又能够浮起来，让它在 powder 的表现也更好。然后也因为它板尾的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在操控上的灵敏度也是会更好。因为你在做 freeride 的时候呢，可能会突然需要把你的板尾可能往某个方向踢，让你瞬间转弯。这个时候如果有 taper 的话，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freeride 的板子通常都会有一定程度的 taper。好，那这张板子呢，它的版型是使用所谓的 cam rocker，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cam rocker 也就是说，它 binding 的部分中间有 camber， 给你更多的这个 power， 给你更多的 control， 给你更多的控制。但它在 binding 的外面的部分，给你这个往上昂的部分，一个 rocker 的部分。然后，当然第一点是让你在 powder 里面有更好的浮力，但我也觉得因为有这个 rocker， 让你在乱雪中的表现可以表现得更好。因为你可以想象，在乱雪中可能会有很多 bumps、push piles， 然后你的雪板如果有一些上扬的部分，它可以就是很轻松的滑过它，就是往上，就是它已经有一个幅度了嘛，所以你可以轻松的滑过它。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它有 rocker， 所以今天如果你需要瞬间让板子转方向的时候，其实有 rocker 它是比较容易
旋转的。如果你今天是完全是 full contact point， 就是有一个 full camber 一直到底的话，它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瞬间做一些 skid turn 一些旋转。所以我觉得这个 rocker 在乱学中是对你有足够的帮助，让你的操控力更好，然后让你更加的灵敏。然后这张板子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然后我觉得个人应该是这张板子的 talking point， 就是它的这个 cordless tail。你可以看到这个 cordless tail 的部分，就是它把这个区域的木芯给挖空，但它还是保留了两侧的木芯，来让它板尾不会说变得太软。但它这个用处呢，可能就是让它减轻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swing weight， 然后让整个板子的重量减轻。那这个 cordless tail 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就是 DCP 在另外一个 YouTube 上有介绍一下，就是说它会增加你这个雪板在板尾的这个 torsional flex， 让你的板尾像是有一个隐形的 swallowtail 的感觉。然后我个人是觉得，确实它这张板子的板尾可能会有一点比较软的感觉，但因为它毕竟还是保留了这个整个板尾整体的形状，所以其实不会真的像一个真正的 swallowtail 一样这么夸张。那它还有其他地方有挖空的部分，是这个东西叫做 tracker windows， 然后它中间总共有6个圆圈，然后还有板头有一个很大的圆圈，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是会透光的。然后我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这个 cordless tail 它是透光的，然后这些 tracker windows 也都是透光的，然后一到板头这个比较大的 tracker windows 也是透光的。然后我个人的理解是，它这些地方它会把木芯取出来以后，它会用一些替代的一些材料，然后可能是做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材料，所以让你虽然那个地方的木芯不见了，但不会让整个板子变得就是比较容易坏掉等等的，所以就是做一些轻量化的设计。那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2023年的版本的时候是有就是 cordless tail 加上中间6个这个 tracker window， 它有一个大的 tracker window 在板头。2024年的版本的时候，就中间这个6个孔就不见了。然后2025年的时候，板头的这个 Windows 也不见了。然后我看之后，2026年的版本就只剩下这个 cordless tail， 然后2025年也只有这个 cordless tail。但我个人就觉得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去买这张板子，因为这张板的滑行能力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不觉得有因为这个所谓的 tracker 透明的这个 Windows 会对这个滑行有太大的区别。那这张板子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是一张非常 directional 的板子，很大的板头，很短的板尾，很少的板尾。但其实我觉得这张板子很有特色的是，它虽然看起来很 directional， 但它还是有一种 freestyle 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张板子它的这个 reference point 其实设定的位置是完全置中在塞卡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看这个 contact point 以外的板头板尾的部分，它中间其实是很像是一个 twin 的一个造型，所以它今天如果你要滑 switch 或者做转体的话，你不会觉得就是板头板尾的比重差很多，对。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所以就是说这张板子虽然看起来是可以很 direction， 但它其实做一些就是 freestyle 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它这个 reference point， 你可以再往后2格，所以大概就是可以往后4公分，得到很多的 setback。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手放的这个位置，可以产生一点点的板尾，但是有超级多的板头，让你在抛队里面产生更多的浮力。所以如果今天你带着这张板子，然后突然下了有很多的雪，你就不用担心这张板子没办法在抛队里面浮起来。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有滑过几张不同的雪板，我陆陆续续滑过几张不同的 Old Mountain Freeride Board， 像是 Niche Maelstrom、Rome Raffine Select， 还有Ride 的 Deepfake。这是我之前有几张板是我自己拥有过的，然后有几张板是在demo 的时候 demo 过的。那我个人滑这4张板子，这4张板子全部都是所谓的 Old Mountain Freeride Board， 也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指向性是 directional 的板子，你知道有 taper。板头比板尾长一点，就是经典的这个 Old Mountain Freeride， 就是可以滑全山，然后又可以滑一些抛的这种板子，它可能不适合滑公园这种类型的板子。滑到最后，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就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风格是怎么样。那首先的第一点就是我个人喜欢板头硬一点的板子，因为我之前有滑过几张这种板子，就是它的板头比较软，你今天如果在 carving 的时候，把你的重心稍微往前放多一点的时候，在比较软的雪里面，这个板头就会比较容易有 folding 的问题，它会突然就是往上凹折，
然后这个就会导致你今天走线的时候，就是你 carving 的时候，它突然瞬间凹折，然后你就会就是很容易就会就是失去你的重心。然后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那种感觉。那这张板子的板头就相对的比较硬一点。然后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这张板子的木芯也比较厚，所以它整个是比其他板子还要硬蛮多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在 carving 的时候，希望我edge to edge 的这个就是瞬间的转换，这个换刃的转换是比较快速的。那这张板子我虽然说它就是比一般的板子还要宽嘛，因为它毕竟融合了 ES Hybrid 的概念，所以它有一张比较宽的板型，但它其实不是真的到非常的宽，所以其实它上刃的速度非常的灵敏，然后再加上它 side cut 的 design， 让你在出弯的时候非常的快。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件，因为我之前有滑过另外一张板，像这个 Rome Ravine Select， 它的入弯的感觉就比较有一种岩石的感觉，那这是我自己个人比较不喜欢的部分。那这张板子还有一个我最后选它的原因是它在抛的表现就是比其他板子还要好很多，因为这张板子首先当然是这张板子我买了159公分比较大，然后它又有很多的 taper，然后所以它在 powder 的表现非常好，但在 groomer 上又可以做一些 freestyle 的东西，让我觉得这张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功能性的一张板子。那当然这张板子有这么多优点，它肯定也有它的缺点，像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可能跟我买的尺寸的关系，159公分又比较宽，所以它在那种比较窄的树林的林间道里面滑行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因为它在转弯上可能在很窄的地方突然要转弯会比较困难，因为它毕竟比较长。那这是其中一点。那另外一点的话是它这个 taper on the bite 增加了2个 contact point， 然后其实因为它还有很多的 rocker， 所以其实这张板子你在施力给钢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把你的重心比较放在中间，甚至比较偏后的部分来控制这张板子。我就是说比较像在脚下做一些就是脚踝的 movement， 比较能够有效的操控这张板子。如果今天你把重心太多的放到前面或者是后面的话，尤其是前面，它的钢边比较会有一些没办法就是比较好的 engage 的问题。对，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好，毕竟如果你今天是以全山为主的话，其实你重心在中间后面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比较没有关系。那这个问题其实甚至是应该说在比较硬的雪会比较有这个问题，在松雪的话，我目前没有印象这个钢边的这个设计有对我造成有任何的问题。以上就是我选择这张板子的原因，然后还有我自己是怎么去选择 Old Mountain Freeride Board。那如果今天你也在寻找你的下一张板子的话，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点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拜拜。